也许我还来不及长大，也许我还有很多事没答案。我在那个阿婆的家看到有一张旧照片，有一个女人真的很像你年轻的时候哎，可能你会认识她，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你有没有外公外婆的照片？他们不喜欢拍照，留下的照片也不多。一张都没有吗？本来是有的，后来搬了几次家，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。天熙，来找我啊？我来走走。发生什么事？如果你发现你不是你妈亲生的，你会怎么做啊？我不知道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其实不是我妈亲生的。我和天才竟然是同父异母的姐弟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是确定的吗？我真的很不明白，为什么我妈妈要瞒着我们？还有，你知道那个很照顾弟弟的阿婆，我怀疑她就是我的外婆。不是，是弟弟的外婆。你说的是那个木瓜婆婆？嗯，我也想不通为什么我妈妈她要隐瞒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也许她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。什么苦衷？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可以说啊！怪不得我妈每次对弟弟都有求必应，她真的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去照顾他的。我看是你想太多了。你妈这样对你弟弟，也是因为他有特殊需求。你就不要钻牛角尖了。就算是你亲生妈妈，她也会骂你、打你、凶你。但这并不代表她不爱你啊。其实没有哎，我现在想想哦，其实从小到大，他好像都对我蛮客气的。他也从来不会打我，也很少骂我。我爸爸凶我的时候，他也会帮我说话，保护我。我觉得我跟他之间好像有那种距离感，就是少了那种亲近感。亲近是可以主动的，距离是可以拉近的。很多时候跟你最亲的人，其实你们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。不要想太多了。有时候你觉得过不了的坎，
过些时候根本都不算什么。进来。喝杯蜂蜜水吧。谢谢。这么晚了，还没睡啊？还在赶稿。天伟搬去宿舍住了，你呀又要工作，又要帮忙顾着天才，别累坏了。累了就早点休息。其实我有一件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啊？王咪咪是谁？什么？她是我和弟的亲生妈妈，对不对？我已经知道了。我们都不是妈亲生的。我想要知道我们亲生妈妈在哪里。你只需要知道，李佳媛就是你妈。就算你们没有血缘关系，她还是一直把你们当成亲生孩子一样看待啊。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权利知道真相。我希望你能够明白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包括不让你们知道这些事情，是希望你们可以在快乐、健康，在一个好的环境下成长，并没有减少或者影响我们对你们的爱呀。你还没有回答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到底是你不要他，还是他不要我们？他已经过世了。也许我还来不及什么时候的事？长大，怎么去世的？也许我还有人都已经走了，没答案。我不想再提了。那他走了以后，你才遇到吗？才生下弟弟？你的世界是否和我一样？弟跟弟弟相差2年，也就是说，他去世不到2年，你就再娶。难过大哭一场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可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没有对不起他。他过世的时候，你和天伟都很小，需要人照顾，日子还是要继续的。我们就担心你们会胡思乱想，所以才隐瞒的。这件事情帮我保密好吗？不要告诉天伟。我觉得他有权利知道。随便你吧，但是最好不要让你妈知道你发现了这件事。她最近烦恼已经很多了，不要再给她压力。那我呢？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呢？每一次都让我帮你保密，你到底有没有想到我的感受？面对所有的挑战，其实我也会感觉害怕。
啊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在附近吃宵夜，就顺便打包一点沙爹给你们。是不是你姐叫你回来的？他叫我回来干嘛？哦，没事。那么晚还吃沙爹，很不健康的。我也是 OK 的。天才，郑天才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来，哥哥打包什么给你？沙爹耶！沙爹？趁热吃吧。哎，妈呢？妈妈唱小白船，累了，她睡觉。那让他休息。来，趁热吃，我排很久的。怎么回来了？想你们不是回来喽？姐姐吃沙爹。快趁热吃吧，我走了。No， 哥哥，你去哪里 ？No， 我要回宿舍。No， 你让哥哥先回去，我周末再陪你，好吧？天才，你忘了，这个周末我们全家人都要到度假村去玩的。对呀，到时候哥哥陪你游泳，OK？快吃吧，拜拜，拜拜。你们干嘛？我送你下去，我送你下去。你在家。你是不是有事要问我？你怎么知道？当我笨的，心事重重的样子，还特地送我下来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感情的问题？不是，不要跟我说你被炒鱿鱼啊！你不要乱猜啦。不过不是我要说你，你不要再报道那些什么孤独老人啦之类的题材了。现在每个人生活压力很大，谁有心情看这种沉重的话题啊？我要跟你讲一件事。假如如果我们两个都不是妈亲生的，你会怎么样？如果我们都不是妈亲生的，那就要看亲生的妈是谁。如果是一个富婆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投靠她，我不用读书，你不用工作，我们转型富二代。哎，答案满意哦？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你和天伟说了，我只是暗示他。他的反应怎么样？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没必要隐瞒你了。你要的真相都在里面。
妈早。妈早安，来坐，来坐。妈，喝咖啡。这么好，你们要毒死我？妈，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你帮我还钱，我每天做早餐给你吃，衣服也给你穿。我有说过没？你们又想骗我的钱啊？我的钱是要留给我的孙子的。女儿，你没事吧？怀孕初期是这样的啦，胸口闷闷的，想吐。你怀孕什么时候的事？笨蛋，你老婆怀孕你都不知道？我也是才刚知道的。几个月啦1个月半。？1个月，我难怪看不出来。人家说，怀孕开始的3个月是不能说出去的。妈，所以只有我们3个人知道，千万不要讲哦。不说，不能说。哎，妈妈，你要吃哪个面包？爸，吃早餐。爸早啊。老太婆有钱真好啊！你看你媳妇多疼你。爸，我是今天才知道妈真心对我好的，肯借我钱。钱不重要的啦，一家人本来就是应该互相帮忙嘛。大哥，我希望你有一点良心，不要动妈的血汗钱。妈，我们吃饱后就去银行 ，OK？我吃饱了，可以走了。妈，你借你的那个提款卡、跟存折，还有你的 IC， 全部都在这里，来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在我身上。老太婆，你别后悔啊！不用你管。叫阿嬷，叫阿嬷。哎，你们说哦，会是男的还是女的啊？当然是男的啦。男的很好啊。哎，有没有想到要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这样喜欢红毛丹，叫红毛榴莲的。红毛榴莲，红你的头啊！红你的头，2个也很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上厕所，很急啊。啊，妈，我比你还急，我们先去银行 ，OK？ 啊？走。现在银行这么严呐，还有什么精神证明才可以提钱？都怪你啊，这么贪心。如果写个1、2万的话，就可以过关了。谁贪心？是你叫我填的嘞，还敢说？好了啦，你们2个不要吵了啦。你不要这样对你老婆，动了胎气的话就糟了。你要照顾好你的孩子嘛。没有钱生什么孩子啊？打掉他！不要这样，我有钱啊！你看我有钱嘛。我要去厕所，我尿急。啊，我带你去。不是吧？我忍不住，妈，我不是说带你去厕所，为什么你在这里尿？我真的忍不住了。我先去上班了。然后我们回家。我不要，我要换裤子，我不要回家。OK， 你冷静一点，我去找裤子给你，你留在这里，你不要乱跑啊。快点。安迪，这个毛巾给你擦。关你什么事啊？你不要管我。你还好吗？你走开，不要。安迪 ，Hello， 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小姐，你认识他？哦。谢谢你。来，安迪，不要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是毛丹的朋友。红毛丹，你是红毛丹的朋友？红毛丹叫你来的。红毛丹啊，你一个人吗？这里有一条新买的裤子，你给他穿吧。谢谢你啊。多少钱我还你？不用，你快点帮他。安迪，我们去厕所那边。红毛丹在哪里？我们先去厕所好吗？
舒服多了。又刚好合身，这条裤子真美，给我吧。小姐，你真好。安迪，你原本是想要去哪里的啊？不知道，我忘记了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找茂丹。猫丹，好啊，好啊。那我们走啊，这边。茂丹 ，Hello，你怎么会跟我妈在一起啊？我刚才去做采访，就在附近的银行外看到你妈妈一个人，就带她过来。我发现她的时候，她尿裤子了。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？大哥大嫂呢？他们去哪里啊？我没有大哥大嫂。这两个人真是的，幸好遇到你。你说要带我找红毛丹，他人呢？安迪，他就是你儿子啊，他是茂丹。你认得我吗？要不要吃鸡饭啊？我要喝你煮的汤，你煮的汤很好喝。好，马上来。我也拿1碗给你吧。好啊。老板，这个还有没有？有啊， 1人份，吃的。好，马上来。自己来可以啦。啊，你去忙吧。好。原来你有在做这个免费餐计划啊？我也要加入，20块够吗？当然可以啊。你有心要加入，3块都可以。安迪，先擦擦手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20块，谢谢你啊，不用客气啦，也谢谢你帮我照顾我妈。不用客气啦。你结婚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我叫红毛丹娶你做老婆，你做我的媳妇。妈，不要乱说。叫我儿子娶她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去买饮料。哎，看什么看？没什么。不要跟我讲你也喜欢他啊。我是很喜欢她，可是人家未必看得上我。我一看就知道了，不要跟我儿子讲啊。我忘记问你要喝什么。我要喝喜酒。你不要把我妈的话放在心上，她喜欢乱讲话。嗯。你怎么不穿我买给你的围裙啊？我舍不得。不过我每天都有拿出来烫一边，然后挂在我的床头。是你才怪。是真的啊。真的啊？嗯。媳妇茶真好喝。我需要先走了，需要送你妈回去吗？不用了，今天麻烦你够多了。不麻烦。安迪，我需要先走喽。要走啦？嗯。有空来坐哈。OK。拜拜。拜。拜拜。
等一下，我可不可以要你的电话号码？可以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天才，你看，你种的花多漂亮啊！要是有人欣赏的话，你就可以赚多多的钱。赚钱给婆婆。乖。婆婆，你的头长草。我的头长草，我的脑还进水呢。哪里？脑在这边。我的头也进水。没有了，你的头好好的，你看，多漂亮的头发。弟，哎，老婆你好。姐姐，你看我的花。哇，好漂亮哦。哎呀，我还浇水。小心啊！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其实你早就知道，天才是你的孙子吧？你在说什么？你是他的外婆，是那么疼他，那么照顾他，每天也不怕辛苦，从家里跑来这里。你其实一心想要接近他，对吧？看来你都知道了。你为什么不敢问你女儿？为什么不敢问天才？别提了。进来。姐姐，你干嘛陪我玩？我在看照片，要不要看？我要看。好看。好看哦。姐姐会帮你 set up 一个 account， 然后把这些照片都放上网，再放一个价钱，你这些盆栽啊，全部都可以卖。卖，就赚多钱。木瓜婆婆说的。天才也在这里啊。爸爸。和姐姐在看什么啊？我在帮弟弟上网卖盆栽。哇，你看，我的儿子真帅，真上进哦。弟，这个你要卖多少钱？是10块。那这个呢？来2块。这2个盆栽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，为什么一个卖10块，一个卖2块？是不是因为你比较疼他，你花比较多心血，花比较多时间在他的身上？我觉得不是。天才对所有盆栽应该都是一视同仁，因为他都花了同样的心血和时间。那我为什么会卖不同价钱呢？
价钱对天才来说只是一个标签，并不是衡量爱的标准，对吗，天才？我认为不管是卖2块还是10块，都不会影响盆栽本身的价值。有人欣赏就好。哦，我喜欢2根10。我们讲的太复杂了。你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在你弟弟身上。你也花了很多心思在我们身上啊。看了信封里的东西，有什么想问的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？都怪我，给不了他要的生活，期望落空，要照顾你们2个，他的生活真的很不容易的。所以他才借酒浇愁。再加上身边朋友的影响吧。那时候我又忙着工作，不过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也算是在逃避吧，根本没有好好解决我和他之间的问题。那为什么弟弟的外婆不肯认他们？我希望在你心里，可以把天成的外婆当成是自己的外婆。外婆跟妈妈他们的关系是不是不好？当年他的爸妈都反对她嫁给我。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了，到现在还在反对啊？因为在我们结婚当天，他爸爸跳楼轻生，过世了。我们都不知道他患有忧郁症。这些年来，我和你妈都尽了最大的努力，还是无法获得你外婆的原谅。当年你妈并不嫌弃我什么都没有，虽然我结过婚，还带着年幼的你们，可是她还是一样把你们当成亲生孩子一样看待。我真的觉得我很庆幸，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遇到了她。如果没有她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可以挨过来。她为了这个家，真的付出很多的。她失去了她最心爱的爸爸，还无法获得他妈的原谅。也许我还来不及。虽然他嘴里不说，可是我看得出，他一直都活在自责和内疚里。他觉得全部都是他的错。这么多年来，他都尽全力的想要讨好家里每一个人。他的心酸，没人懂。幸好妈有你耶。你放心啦，我还是很爱妈的。
而且我真的蛮感激他这些年来的照顾。我会帮你保密的。快乐也可以很简单，何必在意他们什么看法？也许我还来不及长大。厉害喽，去赌博喽！啊，搞到现在我们没有工作做喽。我们在金店做了这么多年，帮他赚了多少钱啊？他说炒就炒，真的很没良心啊！你还敢说啊？要不是你搞到那个阿龙啊，去金店破妻，我们哪有今天？我不借钱，你帮我啊，你给我啊！哎，你借1万还5万呢，你真的没有脑啊！弟，妈呢？你还敢问啊？你不是带妈去银行提钱吗？提完钱就把她给忘了。我没有忘了她，我去买裤子，回来人就不见了。你去买裤子？你买裤子，那她呢？为什么不留下来陪妈？我们要去工作啊，要不是因为迟到，也不会被炒掉的。你看你老婆到现在还在讲骗话，我都已经听到了。弟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们。我跟你说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还有，我要你们到鸡饭档工作，用工钱来换。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尿裤子了。你的世界是否和我一样？喂，是我先来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赶时间，你可以让我线上吗？不可以，你怎么知道我不赶时间啊？这是我不喜欢年纪。这个不是借口，我真的赶着去找我弟弟。我要10个冰淇淋，不同口味的。你吃得完吗？刚刚忘了给你，你的新店开张，叫小心语。我可不可以要你的电话号码？可以啊。可能偶尔让你感到失望，最后没能活成你期待的那个模样。但是美吗？也可以很简单，何必在意不是应该问帅吗？看法？不敢，我是问你围裙美吗？也许我还不错，还有自知之明。我买的当然好看啦。也许我还有很多事没答案。心情好一点了吗？你的陪伴告诉我什么是勇敢，怎么面对所有的挑战。好像更糟。其实我也会感觉害怕。要不要出来走走啊？其实我也会在现在都10点多了。但有你牵我的手，就不再迷失那好，晚安。晚安。我要这个，谢谢。不客气，吃了冰淇淋，大家就是朋友，要一起玩，知道吗？那以后你吃鸡饭都不用给钱，钱都在这里了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不要想太多了。有时候你觉得过不了的坎，过些时候根本都不算什么。我是很喜欢他，可是人家未必看得上我。
也许我还来不及长大，也许我还有很多事没答案，但有了你的陪伴，告诉我什么是勇敢，怎么面对。这个周末，我爸订了一个度假屋，你要不要过来？害怕，其实我也会在人群里走散，但有你牵我的手。刚才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早一点的话就没问题，是吗？是啊。那好，明天早上7点，不见不散。我的世界也和你的一样。好吗，哥哥 ，Good morning。天才早安。你姐呢？她肚子痛。她没事吧？他叫你跟我说的啊？他说我们一起跑。好吧。好吗，哥哥 ，Let's go。来了。你没事吧？天才在我这，你放心。好吗，哥哥？干嘛？就是跑啊。你不累啊 ？No。你不累，你继续跑吧。我不行啊。No， 一起。OK。最后一圈，这里就好。这里这么小，就小10圈 ，Let's go。啊。好吗，哥哥？阿牛比你快。早安。不是肚子痛啊，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还以为你没有看到我就丢下天才而走掉了。所以你是在试探我？那你得到你要的答案了吗？用尽所有力气，删除所有记忆，没有伤痛，没有过去，让我奔向你，用尽一生相信，总会有奇迹降临。有些人，有些梦，在某个路口等着和